接下來給大家展示我新研發的火箭，我認為這個設計在本期影片裡能排進前3名。怎麼樣，牛不牛？從水下發射，就像是導彈鑽出水面的畫面。這也展示了我們大宋擁有發射衛星的實力。看來大宋軍工這一波股票是要漲瘋了。從清河的豐河村到開封城，這枚遠程導彈的射程能達到2000米。你可能覺得2000米也不算遠。但你要知道，這是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，相當於現在的2000公里射程。這枚火箭的外觀的相似度能達到99%，還是挺像的。没辦法測量高度，不過我估計至少也能飛2000米高。這個火箭的設計在本期影片只能排名第2，因為排名第1的比這個還要厲害。一會兒我再跟大家講。這個位置我選擇在了不見山地圖的接天道界碑這裡，原因是這裡可以衝破雲霄，能看到很美的風景。可惜燃料不足，而且我也沒有錄到黃昏落日那種夕陽的美景。不過這已經算很好了。而且你們看，這像不像馬斯克的火箭回收？不僅能發射升天，而且在落回地面的時候穩穩地立在了原地。這樣的平衡能力真的是超級厲害。我知道你們肯定非常喜歡這枚火箭，所以我最後再錄製這一次，然後就開始解說排名第1的武器。開心遊戲感謝北冥煙提供的圖紙，大家可以在萬象集的工圖搜設計師北冥煙，就能找到他設計的這款火箭圖紙。他是一個很熱心腸的人，免費將圖紙分享給了我們。現在終於解說排名第1的防空戰車，搭載5台高射弩箭，可以實現遠程射鳥。国際服的玩家還沒有摸夠玩法，所以好奇弩箭是怎麼發射的。其實這個很簡單，你只需要把弩箭的這個組件安裝在車上，弩箭就會自動發射，根本不需要你去手動操作。自從國服推出了摸夠玩法，村口的大鵝也不像以前那樣囂張了，路過的狗都得挨2巴掌。以前叫人家鵝天帝，現在是鐵鍋燉大鵝。大家看這個防空戰車的相似度是不是很高？反正我覺得真的很像。走，進攻長平倉。長平倉的守軍真是不堪一擊，輕鬆就被我破開城門。這倒不是說這裡的守軍不夠精銳，而是我們的武器實在是太超前了，就連我的隊友都驚呼：這是大宋該有的科技嗎？
想象一下，你駕駛現代坦克穿越回到1000多年前的宋朝，甭管他是鎮守河西的安西軍，還是呼陀地圖杜重威的後晉大軍，亦或者是橫掃各大門派，管你是什麼三更天、狂瀾門派、天權弟子，咱們駕駛現代坦克都能一炮轟成渣。注意看這個防禦超高的盾牌兵，在我高射弩箭面前就跟紙糊的一樣。打高塔上的敵人也很輕鬆，基本做到了360度全覆蓋無死角。管你是天上飛的還是地上跑的，在高射弩箭面前就是降維打擊。確認一下，果然擊殺了。防空戰車的應用也很廣泛，不僅可以襲擾軍隊，還能反向抓捕捕快。哎，等等，我怎麼感覺自己像是在玩 GTA 5遊戲，妥妥的犯罪分子逍遙法外。我覺得燕雲16聲應該改名叫罪惡都市了。反正現在的國服沒有玩家不敢殺的，殺官兵、殺捕快，簡直是逍遙法外，完全沒有把我大宋律法放在眼裡。還有王法嗎？還有法律嗎？我估計就連遊戲策劃自己都沒想到，原本是想讓少冬瓜懲惡揚善的，沒想到少冬瓜自己卻成了最大的反派。你們看這些野怪，不就是讓少冬瓜去打的嗎？但是你後來才發現，原來自己才是大魔頭。這些野怪在你的眼裡不過是一些小嘍囉而已。哎，屠龍的少年，自己最終反而成了惡龍。除了防空戰車，我自己還研發了一輛低空偵察機。原本我以為這架飛行器肯定比防空戰車好用，畢竟它是有空中優勢。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，捕快的弩箭也可以當防空飛彈用。一輪對射下來，我只能落敗而逃。幸虧我這一次僥倖逃脫了，但不是每次運氣都那麼好。俗話說得好，我可以贏捕快無數次，而捕快只需要贏我一次。大宋監獄就是個笑話，看我來去自如。剛才發生戰鬥的位置就在臨江驛的旁邊，你可以用太極把 NPC 扔進水裡，然後迅速跑到這裡，用墨構戰車獵殺捕快。開心遊戲帶大家看個好玩的地方，位置就在別館後山這裡，有個美女坐在懸崖邊上彈奏琵琶。看見這位美女，我突然動起了歪心思。大家想想，這樣一位漂亮的美女，而且還會彈奏音樂的才女，如果能將她據為己有就好了。所以我靈機一動，就在這裡打開了建造模式。怎麼樣？我這個奇思妙想是不是很厲害？建造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借力用力。當你發現一個 NPC 很有趣，就可以在他的身邊建造漂亮的建築，這樣子他就會成你私有的。想象一下，你去多人世界打完 BOSS， 回到自己的單人世界，有美女為你彈奏琵琶，你往椅子上一躺，聆聽着美妙的音樂，那生活別提有多滋潤了。哎，這就是生活呀，真的是非常會享受。
如大家所見，我在美女的身邊建造了華萊士和遊樂場。接下來我要在摩天輪上面放幾個椅子，然後邀請好友來我家裡做客。朋友們對我的這個創意設計非常滿意。其實不管你是國服還是國際服的玩家，都可以按照我這個思路去建造。方法也很簡單，隨便鋪上一層地板，然後放個房子在這裡就可以了。華萊士就去萬象集裡的建造裡去搜華萊士3個字就能找到。當然我說的是國服玩家，國際服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這個華萊士又不需要我自己親自建造。外面的摩天輪玩累了，咱們還可以進華萊士排隊點餐，真的是非常有趣。這個藍色的玻璃其實是把套用的建造木板拆掉，就會呈現出這種透明的效果。而且這樣做的好處是採光很好，人在屋子裡不至於看起來黑漆漆的。這是摩天輪的獲取方法，點開外觀萬象集，在工圖裡搜摩天輪就能找到這個圖紙。如果沒有看見工圖，就選擇左下角的編輯分欄就可以了。摩天輪這個圖紙由441原創，它巧妙地利用物理學讓摩天輪旋轉了起來。大家給它點點讚吧，鼓勵一下。大象踩着花瓣，追逐彩虹的尾巴。袋鼠把月亮裝進巨大的口袋呀。烏龜背着吉他，唱着古老的童話。森林裡小順着落了滿樹的花。狐狸戴着墨鏡，模仿明星的步伐。猴子跳上窗台，偷喝蜂蜜的茶。兔子繫着凝結，跳起踢踏舞啊！動物王國每天都有新笑話。我和我的朋友們是搞笑的一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開心遊戲。開頭的畫面是不是很美？本期影片的主題是墨構玩法，一起來看看我們有哪些腦洞大開的有趣設計。第一個就是這個很奇怪的走路姿勢，不過我很快對它進行了改裝，把2隻腳去掉之後換上了座椅。這樣真的好搞笑哦！我的2個朋友已經被弄得暈頭轉向了，他們已經後悔上了我的賊船，哦不是上了我的賊車。不過我相信我已經發明了一項偉大的交通工具。朋友給我的評價是很抽象，另一個朋友直接表示自己頭好暈。我覺得這項設計可以用來拖地，在享受駕駛樂趣的同時，還能把地面擦乾淨。不過缺點嘛，是有點費隊友。2. 無敵風火輪。這個飛行器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帶着3名隊友一起飛到天上，一次能飛1000米高度。我在想，如果把這做成遊樂園項目，肯定能賺不少錢。每個人再配一支降落傘，平地都能飛1000米，那麼我站得高，豈不是飛得更高了？順便帶大家參觀我家的電梯。喜歡建造模式的玩家一定要學會這個電梯的建造方法。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講過方法，好處是省時省力。咦，這個大燈泡挺好看的。順便帶你們參觀我的空中別墅。我把樓房建在了1000多米高的天上，好處是可以俯瞰整個開封城，甚至就連清河地圖也能盡收眼底。在1000多米的天上，我建了一根很圓、很細小的獨木橋，作用是躲避玩家的海捕。我靠！海捕不是可以去那個什麼？啊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！等一下，你卡住我了。錄一下這個，不下去了。它掉下去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真的會掉下去這個？那要保持平安了。
部不是可以去河西嗎？哎呀！这真是一個宴請朋友的好地方，只有神仙才能居住在這麼高的地方。哎，他這個海捕有用嗎？阿康的話下去了。他這個海捕有用嗎？躲着这有用嗎？我把這個位置擴建一下，準備從這裡起飛，希望咱們能飛出大氣層，飛到外太空。國服的玩家可以去萬象集選擇攻圖，搜這個陀螺2.0圖紙。用一下大青龙，看看能飛多高。按什麼截屏來着？我搞忘記了。这上面怎麼黑色的？是不是月球還是什麼？上面，好吧，原來是這。哎呦！卡住了。唉，太失望了。本想着飛出大氣層，沒想到這裡就是地圖的邊緣，根本飛不出去。泄逼了。來試試我的3號發明。我在戰車的兩邊放置了座椅和收割機，這樣做的好處是把打仗和娛樂相結合，讓大宋將士在打仗的時候還能體驗童年的快樂。旋轉戰車可以通過自身的高速旋轉來阻擋部分敵人的進攻，但最終敵人還是突破了我軍防線，我軍被殺得丟盔棄甲，落荒而逃。咦，你咋也在這裡？大宋猛男一刀幹掉我15萬血量。開酒不喝車，喝車不開酒。看我平須御風，縱橫江湖。俗話說，失敗是成功他媽。有了剛才的教訓，這次我把機槍拆掉，換上座椅。好處是讓隊友坐在最上面，這樣士兵就無法攻擊到我的2個隊友。然後我還要將收割機加長，從而提升殺傷範圍。經過我的改進，防護效果確實比1代好了很多，至少上面的2個隊友是安全的。好吧，這玩意兒中看不中用。娛樂5顆星，戰鬥力1顆星。號外，開心遊戲插播一條國內新聞。據國服燕雲透露，這張地圖是完整的燕雲地圖，而我們國服也只開放了開封和清河以及不見山這3張地圖，只佔全地圖的1/5。難怪電腦端現在都已經佔用180G 的存儲空間了。燕雲這是提前把未開放地圖全都塞進咱們電腦裡啦。這是玩家通過遊戲 bug 卡出去看到的部分實景地圖，不過現在已經被官方修復了。耶！咚咚咚，那個蛋蛋耶！昨天晚上做了個夢。好了，咱們言歸正傳，本期影片的主題依舊是墨構玩法。我知道國際服的玩家此刻還在研究怎麼用太極幹掉皇城禁衛軍，哎，太落後了。畢竟咱們國服已經進入工業2.0時代了。
我發現這收割機肯定是被削弱了，因為剛推出墨構玩法的時候，收割機只要一個來回就能幹掉禁衛軍，而我現在都5、6回合了，禁衛軍卻一點血都沒有掉。唉，看來收割机算是廢了。要知道以前它可是傷害榜排名第1的大杀器，就連以武會友都能輕鬆擊殺。不過我很快又研發了大宋牌突擊戰車，它的頂部安裝5架高射機槍，能對敵人進行精準遠程打擊。而且我在車頂安裝了座椅。要知道墨構玩法剛出來的時候是沒有這個功能的，玩家想要玩墨構，只能自己一個人單獨玩耍。沒想到才過去半個月，燕雲就推出了更多新奇的玩法，因此我相信墨構玩法肯定會越來越好。大家看見屏幕正上方的計時器了嗎？我是想測試連發弩要清掉全部禁衛軍，大概需要花費多少時間？其實連發弩的傷害挺高的，2發就能幹掉一個小兵，而且弩箭還自帶追蹤鎖定功能，這玩意兒絕對是小兵的噩夢。1分20秒，基本清掉了全部小兵。平心而論，這樣的速度肯定是要比你用武學快多了。戰場上屍橫遍野，內心裡成就滿滿。我們3個普通人就能讓大宋的正規軍全軍覆沒。當然，這歸功於現代科技，突擊戰車穿越到古代，簡直就是降維打擊。我想給燕雲官方提個建議，比如玩家幹掉皇城禁衛軍之後，就能解鎖皇宮權限並打開城門，然後咱們會獲得一把國王武器，外觀可以由我們自己定制。那麼身為國王，咱們擁有調兵的權利，可以調動開封的皇城禁衛軍，直接把軍隊開到清河的吳相皇那裡，把吳相皇和李祚給抓起來游街示眾，為咱們的小紅線報仇。開心遊戲在這裡聲明下，這個旋轉戰車的原創是我的好友逍遙自來。有興趣的玩家可以打開萬象集，選擇工圖，選擇設計師，搜逍遙自來就能找到這個圖紙。就在我製作影片的時候，他再次對戰車進行了升級，原本是2根柱子，現在變成了4根柱子，旋轉的速度更快。不過我也對它進行了改良，我的方法是把釘板拆掉，換上座椅。好處是可以邀請朋友一起玩耍，但缺點是沒有攻擊性武器，純粹就是娛樂玩具。這是因為墨構玩法有數量限制，不能超過20個組件，因此想要娛樂就放座椅，想要攻擊力就安裝機槍。旋轉戰車的結論：娛樂5顆星，實戰1顆星。我本來是想邀請4名好友一起來錄製影片的，結果只來了1個，遠遠達不到我想要的效果。這是我在皇城門前拍照引發的後果，原因是我獲得了這件帥氣十足的將軍鎧甲。我拍照的時候不小心按到了蓄力鍵，結果我就招惹到了守城的士兵。
你們都說唐橫刀謝氏很帥，那確實。這台飛行器一般人是很難駕馭的。我的2個隊友說他們已經吐了。這架飛行器雖然只有一隻向上升的螺旋槳，但依舊是可以左右移動的，看起來有點像印度神毯在天上飛。我們來試試摩托車的速度快不快？哇，這速度也太猛了，好厲害！喜歡《速度與激情》的我，決定再給它安裝5台渦輪發動機，讓它超光速運行。哎，還是不夠快，我再給它加1台發動機。非常厲害的一輛地面載具，大家在萬象集工圖搜摩托車就能找到它。给大家看一個非常奇怪的載具，它沒有翅膀卻能在天上飛，而且比大清宮飛得還要遠。無敵風火輪飛行736米，此方法完美解決了荷西不能使用大清宮的煩惱。而且這個風火輪不僅能在天上飛，也能在地上跑。開心遊戲在開封也測試過，當時的最遠飛行距離是1200米。喜歡這個載具的朋友，可以在萬象集工圖搜風火輪，就可以得到它。我覺得這個設計才是真的牛，簡簡單單的一個輪子就可以上天入地，無所不能。帶大家來看看遊樂園的另一種玩法——旋轉木馬。為了錄製這期影片，我還專門叫來了好友，讓我們一起來體驗下吧。像踩着花瓣，追逐彩虹的尾巴，袋鼠把月亮裝進巨大的口袋呀。烏龜背着吉他，唱着古老的童話，森林裡小順着落了滿樹的花。狐狸戴着墨鏡，模仿明星的步伐。猴子跳上窗台，偷喝蜂蜜的茶。兔子繫着領結，跳起踢踏舞啊！動物王國每天都有新笑話。我和我的朋友們是搞笑的一家，用幽默的魔法，我把煩惱都融化。當星星眨眼睛，我們就出發，去收集生活裡的小別呀。剛才那首歌是我用 AI 生成的，已經獲得授權。不過我在想，現在的 AI 真的好厲害，是不是以後都不需要歌手了？現在國服的木構玩法真的好強大，這個好玩的蹺蹺板也是木構做出來的，在單人世界可以和好友一起遊玩。還有這個轉圈圈也是，如果你不怕頭暈的話，可以試試。其實
我一點兒都不暈。還有這個8英翹的飛行器設計，我給出的評價是外觀5顆星，飛行距離和速度2顆星。這顆8英翹用了一個螺旋槳來提升向上的升力。先不說它飛得高不高，單說這外觀我就覺得喜歡。要是官方能提供染色就好了，那樣就真的像是一顆8英翹了。喜歡這個圖紙的朋友，可以在萬象集工圖搜太初學院就能找到它。这顆8英翹的飛行距離很短，但是高度很高，就連我自己都沒想到它竟然能飛到10000米高空。幸好我和朋友在最後一刻跳了下來，要不然差點就去見太奶奶了。這是我在10000米高空修建的空中樓閣。駕駛飛行器的時候，我自己都沒想到會飛到這裡來，而且還停得這麼穩。這個飛行器的名字叫飛碟。其實我原本是不想把它發上來的，因為它除了轉圈圈和飛高高也沒什麼好玩的。不過我轉念又一想，說不定我的觀眾裡有朋友就喜歡這個飛行器，所以我還是把它發了上來。之前我提到的這個用來獵殺捕快的低空飛行器，我起初並不是很看好，但是我無意間在水上駕駛它，才發現這個水上漂還是挺好玩的。而且我又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秘密，當我們選擇墨構玩法，建造一艘潛水艇進到水裡，你就會驚訝地發現，在水裡是可以呼吸的。你可能會說，這有什麼大不了？但是你想想看，以前我們土木中玩家想要建造水下宮殿，就只能游下去，而現在用墨構潛水器，意味着我們能真正在水下自由地建造房子，而且這樣還有一個好處是，可以躲避其他玩家的海捕。要想回到水面也很簡單，只需要建造一個梯子，既可以上到水面，也可以回到水下。也就是說，下次你進到水下就不需要借助墨構潛水艇了，直接爬梯子就可以。這個位置就在慈心鎮的河邊，大家可以過來試試。我是開心遊戲，如果你喜歡本期內容，拜託大家點讚支持，這樣就會有更多的觀眾看到這支影片。